欢迎大家来到老爸的时光，把美食带进你的厨房。今天教大家在家里怎样做出完美戚风，好看的都舍不得吃，口感更是细腻暄软。这期视频呢也总结了很多朋友的问题包括各种大小的配比、不同烤箱的温度、做包子馒头的面粉怎样做蛋糕，各种小细节都融合在了这期视频里了。期待大家都能做出这么完美的蛋糕。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，如果家里只有做包子馒头的面粉了，就是中筋粉，咱怎样给它变成可以做蛋糕的低筋粉？这也是很多朋友问过的。如果没有低筋粉，可不可以做蛋糕？是完全可以的，但是咱们得把面粉放在蒸锅里，下面垫上一张干的笼布，水开计时蒸15分钟，这个面粉就没有筋性了。等面粉蒸好了，打开盖子放凉。放凉了之后呢，面粉是块状的咱们再把它过筛一下。蒸的时候会有少许的水滴在面粉上，咱们把这一部分过筛出来就不要了。由于蒸过的面粉已经完全失去筋性了，所以得再加入10%的生面粉。就比如我们蒸了500克的中筋粉，我们蒸好之后过筛完再加入50克的生面粉，混合一下就可以来做蛋糕了。接下来就正式来制作了首先准备5个中等大小的鸡蛋，大约每个60克左右，可以做一个8寸的蛋糕。如果是想做6寸或者是10寸的配比就直接打在屏幕上了。鸡蛋把蛋黄和蛋白分开，放蛋白的这个碗要干净，而且分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在蛋白里混入蛋黄，不小心混入少许的蛋黄，做的时候就很容易失败。分好之后咱就先在蛋黄里加入50克的玉米油，50克的牛奶，然后把材料搅拌均匀。油的话就随意，就比如咱们平时炒菜用的油也都行。搅拌均匀之后再加入80克咱们刚才准备的那个低筋粉，再搅拌均匀，这份材料就准备好了。搅拌到看上去丝滑有光泽，一般1分钟左右也就能搞定。搅拌好这份材料之后就打发蛋白。打发之前先加入50克的白砂糖，再挤入少许的柠檬汁，增加蛋白的稳定，或者是用白醋，也可以用专门做蛋糕的塔塔粉，它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三者任选其一就行。接着用打蛋器先开低速，防止材料飞溅，转到高速持续的打发。放的白糖很多朋友说要分2到3次添加，其实咱们在家做没有必要，因为咱们在家做的少，就不需要按照蛋糕店的做法来做了。蛋糕店一次性都要做好几个的，所以要分开2到3次放白糖。咱们在家里一次性也就做1-2个，就直接一次性加入白糖，做起来很简单。蛋白是打到中性发泡，不同转速的打蛋器时间不一样的不过判断的标准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打蛋器拿出来得有这种弯钩状，没有流动性了就可以。如果是尖峰状，就是打过了。蛋白打发好了之后就先取1/4和刚才的蛋黄混在一起，把这份材料稀释以后再完全的混合。第一次混合没有啥要求，就把材料混合均匀就行了。混合均匀之后就把2份材料再倒在一起。第2次混合就不能在里面随便搅拌了，得用抄底翻拌的方式快速的翻拌均匀。太慢的话这个材料容易消泡，反正咱在家做的少，1分钟左右也肯定就搞定了。翻拌好之后就倒入模具，这个是个8寸的蛋糕。烤箱记得提前先预热好。做蛋糕成不成功按照之前很多朋友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下，很多都是跟温度有关，因为不同品牌的烤箱大小不一样的，温度时间也都不一样，所以呢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参考吧。首先是风炉不分大小，155度烤35分钟，风炉可以上下同烤，也就是放在什么位置都行。那如果是上面下面是那种加热管的那种烤箱，
80升的大烤箱呢是上下130度，放在下层烤50分钟左右。如果是50升左右的中型烤箱的话，就是上下120度，放在下层烤50分钟左右。再小的烤箱，我感觉差别就更大了。大家呢可以先用120度尝试一下，如果蛋糕开裂，就再降低一点温度；塌陷的话，就再提高一点。别管是6寸的、8寸的还是10寸的，都是这样烤，时间也都是一样。切记中途不要打开烤箱去看，不然蛋糕里面没有支撑性啊，进入凉气会立马塌陷下去。还有就是轻微开裂、轻微回缩啊，都属于正常。毕竟咱们在家做嘛，不能要求太高的啊。视频里老爷子可是做了几10年了，咱不能和他比。蛋糕烤好之后呢，轻摔几下，倒扣放凉，倒扣留有缝隙，凉了之后啊，在下面顶一下就出来了。那这期视频啊，是老爷子100期蛋糕甜品的第1期，所以选择了一款最基础的蛋糕。会做这个，剩余的就一通百通了。之后啊，我再分享一些经典的蛋糕配比，大家不用动脑子，比着就能做出来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啊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